哈兰位于今天的土耳其。由于圣经中很多的故事呢发生在哈兰，所以这里呢逐渐变得有名了。如今的人们在那里重新新建了一些模仿当年的建筑，那种使用粘土建造的特有的房屋，据说夏天可以有效的避暑。也据说这种风格的建筑呢有3000多年的历史。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些发生在哈兰的古老的圣经故事。圣经中有几段经文呢提到哈兰，一段是创世纪的11章，描述亚伯兰来到哈兰；另一段呢是描述亚伯兰出哈兰，那个时候他75岁。再有一段呢是创世纪的27章，提到亚伯拉罕为自己的儿子娶妻。虽然经文呢没有提到哈兰，却是提到了亚伯拉罕自己的亲族和故乡。接下来的经文就是提到他的仆人的旅程，说启程往两河之间的亚兰去，到了拿鹤的城。我们可以注意到亚伯拉罕呢曾有一位兄弟叫哈兰，但他却死了，是非自然死亡。圣经没有讲那个原因，但却暗示那个原因导致了他们全家决定离开乌尔。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特别的提到那位哈兰是死在乌尔。也有可能呢，亚伯拉罕的亲族呢为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命名为哈兰，就是为了纪念那死去的哈兰。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亚伯拉罕的这个大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比如罗德呢没有父亲，亚伯拉罕就扮演父亲的角色，走到哪里呢都带着他。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出迦南这个地方呢是上帝要亚伯拉罕去的，但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氛围是很糟糕的。从亚伯拉罕为儿子娶妻的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他宁愿回到哈兰去找。圣经提到亚伯拉罕寄居在迦南地的时候，他挖的井被非利士人堵住了；而在以撒的时候呢，他挖的井又有被非利士人来跟他争。而在创世纪的24章以及29章呢，都提到亚兰那个地方的井，可以看到那里的人就友善了很多。由此我们看到上帝的眼光呢，永远是从一个未来的角度，因为迦南那个地方迟早是要被毁灭的，只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罪还没有达到满盈的程度。亚伯拉罕为儿子找妻子的故事中呢，有一段特别的故事是发生在哈兰的井边。可能那仅仅是一个水泉，但仍然需要工具才能打到水。当时亚伯拉罕的仆人不知道上帝为以撒预备的妻子是哪一位，他用印证的方式，终于在人们打水的这个地方找到了上帝所预备的。然而多少年以后呢，雅各也再次来到了哈兰。雅各的那趟哈兰之行其实与他母亲的建议，经文是说：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往往人从哪里出来的，那里就成为了自己的老家。当人遇到问题或者困难的时候，想到的最多的就是回到起初的老家。经文说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其实我们从地理的角度看，哈南是在迦南的北边，只是偏东。为什么说那是东方人之地呢？我理解在那个时候呢，人们的旅行呢，或者是步行，或者是骑骆驼，总之都是不能离开水源的。而沿着幼发拉底河呢，就可以从加勒底到达哈兰的附近，这似乎是唯一的一条路。而经文所说的东方人，那个意思不是指中国人，而是指加勒底，包括尼尼微那边的人。圣经说那个时候的人呢，多是牧羊的，包括雅各呢，在拉班那里做的也是这个。但如今能看到呢，主要是耕地。经文中提到，当时的井口上有一块大石头。据说那个时候的井呢，有时候需要用石头盖住，一个是避免杂物掉在里面，一个也是为了防止水分的蒸发。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呢，普遍都使用木材，也更加的轻便。
说到圣经中的井呢，人们想到的就是耶稣曾在井边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的故事。如今那个井呢，已经成为旅游者光顾的圣地，那口井被称为雅各井。而创世纪中提到的井呢，今天已经毫无踪迹可寻了。其实重要的不是那个历史遗迹是否存在，即使存在呢，即使人们可以触摸到，带给人的感受仍然不及圣经的经文。经文说，雅各看见拉结领着羊群来了，他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值得一提的呢是经文中的一个细节，就是经文分别提到拉结和拉班的羊群，然后又分别地说引羊群以及与拉结亲吻，这是一种并列的表达方式。那个引羊的英文呢是 water frog， 这个词呢也同样出现在出埃及的第32章，那里的意思是叫以色列人喝，所以这里的引羊呢也可以翻译成给羊喝水。不过有一点呢比较奇特，在希伯来文中引羊的那个动词与拉结亲吻的那个动词是一个词，也就是说这段文字的从文字的角度翻译呢，同样可以把与拉结亲嘴翻译成为拉结喝水。从现代的眼光看呢，雅各对拉结是一见钟情，然而雅各心中的这种诉求呢，他表现得毫无遮盖，使得拉班呢看到有机可乘，这就是不公平的开始。这个世界上的律就是这样，如果指望着得着什么，总要付出代价。而圣经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个地步的意思就是给魔鬼立脚的地方。雅各的言行呢，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使他付出的代价更为高昂。原本7年的工作变成了14年，后来又变成了20年。虽然爱呢就是付出，但爱并不能感动所有的人。约翰福音有一段著名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虽然这就是上帝的爱，但世界上大多数人仍然对此无动于衷。所以虽然雅各对拉结是一见钟情，但从拉班的眼中，他看到的是一个占便宜的绝好机会。人如何回应爱，在于他看待什么是他内心中最重要的。看利益重要的，那么在爱面前，你想到的也是如何得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当年也是在为他的儿子预备配偶，但是他采用的是寻求神的方式。那个故事呢，也同样发生在井边，也同样是在面对拉班，但那位老仆人呢，没有将自己的血气献在事情里面，他也没有走在上帝的前面，他是在等待上帝为他做工。他所要的印证呢，不是女孩的外表，而是女孩的善良。他甚至不敢在那个地方耽搁，马上就启程了，没有给魔鬼留下任何的地步。另外，拉结的这个名字呢，虽然是英文的翻译是 Rachel， 那只是音译。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中的含义呢，是英文的 you。这个词的意思是指性成熟的小母羊。有位犹太拉比呢 Rabbi Rosiner 认为这个名字的含义呢，可以理解为圣经在暗示，这就是从雅各眼中所看到的，一个是羊群，一个是拉结，而这两样正是雅各所寻求的。羊群的含义呢，是有财富的意思，但那位拉结呢，不仅仅是美丽，更预示将来的人丁兴旺。但后来的故事使我们看到拉结并不生育，经文是说，因为上帝的眷顾，拉结才生育了。圣经中有这样的话，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雅各呢，按照自己的意思得到了拉结，不仅付上沉重的代价，而原先所盼望的带给他的却是虚幻。